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是长途旅行，从台北出发，要前往台东出路。上午6点过后出发，花了1个小时又50分钟，抵达第一站花莲的台泥打卡园区。那在这边休息一下。今天的行程就是大部分是在开车，就走花东纵谷，然后沿途就是踩点，欣赏几个景点的风景。那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就要出发了。开车开了2个小时，我们抵达花莲光复糖厂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参观一下糖厂。这里的冰棒很有名。光复糖厂凤梨冰。蛮近的，我没有。在这边吃个点心，红豆饼。光复糖厂正式的名称是台糖花莲糖厂，这是一家100年糖厂，前身是日本时代花莲港制糖所大和工厂，所以糖厂里面保存了很多日式宿舍，现在也利用这些日式宿舍成立了台糖花莲旅馆。花莲糖厂文物馆，悟道照，台湾砂糖之父。对，制糖的甘蔗要糖分很高的，所以他就推广那个，就是把新的甘蔗、白甘蔗的品种大量引进来台湾种甘蔗，糖量就大增，所以被称为台湾砂糖之父。哦，有。许文龙，头像是奇美的董事长许文龙先生捐赠的。新度护道赵先生，所以以前5000块是他的相片啊，日币5000元是他的肖像。对。文物馆里面有不少老照片，还有糖厂时代的一些文物。哦，规模很大。这里总共面积是21公顷，到这里，这个最后面这里这样加起来。哦，这个是整个厂区的照片。对，就是。所以这个就是大正10年开的，大概10年开的。那新的厂房就是在这里，在做白糖。就是做白糖，民国70年代。70年代，超74左右完成，74到76。这边的日式宿舍区是台糖花莲旅馆。台糖花莲旅馆，这是昭和11年1936年新建的7栋28户丁种宿舍，非住宿客请勿进入。花莲糖厂漫步地图，这是冰店，3号仓库、5号仓库。这个区域就是台糖花莲旅馆。
我们在往五鹤遗址的途中。哇，这段好美哦！五鹤遗址首八石柱，我久闻其名，今天终于能亲临现场，来观看这台湾最大的史前石柱——沙多科诶五鹤考古遗址，位于瑞穗乡五鹤台地，是台湾目前所见最大的史前石柱。五鹤遗址又称扫八石柱。阿美族语称为 Sadoke。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就在五鹤遗址附近。瑞穗北回归线标。从前面横切过中央山脉，就可以抵达嘉义县水上乡的北回归线标志。北回归线标设立于1933年，原放置于瑞穗火车站的西侧，后来因为东线铁路拓宽，才迁建于此。不过，北回归线通过的确实地点是在目前北回归线标志以南大约2公里的地方，而不是在这里。所谓的北回归线是指太阳能够垂直照射地球的最北界，所以北回归线也是热带亚热带的一个分界点。那在夏至的这一天，北回归线这个地方是立竿不见影，因为太阳就是在那一天直接垂直照射北回归线。东里铁马驿站，这是旧东里车站。我们现在抵达旧东里车站，这里是1989年东部铁道改线之后废弃的车站，现在变成是铁马驿站。那这边有一条预付自行车道，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自行车道。预付自行车道是1989年东部铁道改线后，原玉里东里之间的铁道旧线改建成为今日的预付自行车道。预付自行车道地处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挤压的缝合带，为世界唯一横跨2个聚落板块的自行车道。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自行车。那根据网络资料，目前预付自行车道中间是有一段是封闭中，可能是受到之前地震的影响吧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顺路经过。那这边的月台可以欣赏算是花东纵谷的稻田美景。现在是4月，到6月的时候，这里就变成是黄金稻海了。我们进入台东，池上、卑南溪。这是鹿野高台飞行伞基地。我们现在抵达台东县鹿野乡著名的鹿野高台，
这是每一年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举办的会场。我们今天花东纵谷旅行的最后一站，来到鹿野神社，就在我前面。鹿野乡的龙田村为什么会有一间鹿野神社呢？是因为日本时代这里曾经是日本移民村，在大正4年的时候，当时台东制糖株式会社从日本新舄县招募了一些移工来到这里。那后来就建立正式的聚落，于是，在大正12年的时候建立鹿野神社。那最初的地点不是在这里，在昭和11年的时候才迁建到这里。那战后鹿野神社遭到破坏，仅存基座而已。而在原鹿野神社的场域，这里变成是龙田昆池堂。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鹿野神社，是在2015年。当时聘请日本修缮神社的师傅，加上台湾本地的工匠，重新整修完成的。我们今天的花东纵谷之旅就以鹿野神社作为最后一站。今天晚上要住在台东的初鹿，那明天起就游览台东市的景点。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